怎么样了？我去，这活见鬼了这！印度柔术，这电影里演的都是真的。在这里，那个隔断里有个通风孔。哎，等一下，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个派吞被折磨之后不报警，反而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他离开啊？好问题，信，当时是你让派吞挪到乔普拉隔壁的吗？是，他说他不想面对那个乔普拉。他还说什么了？他还用了一下他自己的手机，说是还信用卡。所以你给他了？是的。你疯了吧？啊？他当着我的面操作的，很快他就给我了。我闭嘴吧你！把派顿的手机拿过来。是，局长。已经解锁了。给。真的，你看，他在4点27分的时候真的还了信用卡。你在忙活啥呢？你看这儿，屏幕使用时间，点开这一栏就可以看到手机里所有软件的使用时间。再看这里。下午的4点27分，他除了还信用卡之外，还使用过一个智能电源的 APP。哪个呀？这个啊。这个呀？对。这个是啥？这是一个中国产的智能家用电源，也就是说，下午的4点27分，他接通过某一个地方的电源。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这么说吧，这个 APP 可以远程控制家里的家用电器的电源。比如说，你想打开电源的话，就点击这里，家里的电器就可以开始工作。如果你想关闭电源的话，就点击这里，家里的电器就会停止工作。我去，还可以这么操作的呀？这个派吞明明被关在这里，他为什么要接通某处的电源，还要假借还信用卡的名义来偷偷操作？而且他接通这远程的电源是要干什么呀？哎，我都忘了。现在基本可以肯定，是那个报案的司机，找补了。OK， 乔普拉是他折磨并勒死的杀手。你这不是废话吗？刚才的那个派吞 ，OK， 派吞。他眼睁睁地看着乔普拉凭借特殊的能力进入了他的隔间，而且还狠狠地折磨了他。那他为什么没有喊叫，也没有求救，反而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乔普拉自由离开呢？尤其派吞他知道乔普拉是折磨并杀死杀楚的人啊。对。联想到派吞特意调到乔普拉的隔壁，又特意的接通了这个远程的智能电源，所以我强烈怀疑，这很有可能是派吞设置的一个陷阱，目的就是让乔普拉自己跳进来。那也就是说，现在乔普拉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但我还没有想明白的是，派吞是怎么知道乔普拉有特殊本领？可以逃出警局的，对。而乔普拉，不管他是杀了杀鼠也好，还是主动报案也好，显然他是知道派吞这个人的。那他为什么要这样疯狂地追逐派吞？当他找到派吞之后，又费尽心机地离开呢？那我现在就去审派吞。等一下，我太了解派吞了，我们光是这样审是审不出来的。你赶紧去向局里汇报，
马上全程通缉乔布拉。我们现在先去派吞的家，看看能不能发现那个什么电源连接的是什么。所以现在确定连接的是派吞的家吗？死马当活马医吧。什么意思？ Make every possible effort. Yes， 走吧。聪明。你说乔普拉他接上你之后，又接了一通电话，然后就追着了吗？对，一路追到派碰。没错。然后他把车也扔了，不管不顾的就上了。你说的对，他应该知道派吞是谁，所以他在折磨杀楚的时候，就是为了想要知道派吞的下落。然后也有可能是不小心，也有可能是蓄意杀了杀楚。我更倾向于是不小心杀死的，不然的话，他为什么用床幔而不是软件类杀鼠的脖子呢？不管他是不小心还是蓄意杀的杀楚，那他为什么又要自己报案呢？我想起来了，通过精液比对，我们几乎没费什么功夫就锁定了派吞，因为他的生物信息本来就在咱们警局内部的系统里。聪明，很可能乔普拉在折磨杀楚的时候，杀楚比较硬气。用派吞曾经当过警察的身份威胁了乔普拉。乔普拉知道了，原来派吞他当过警察，也看到了现场派吞留下的精液，就决定通过自己主动报案的办法，一方面利用我们的思维定式，让我们以为罪犯不可能自己杀人又自己报案，从而把水搅浑。更重要的是，他想让警察通过比对精液来帮助自己找到派吞的下落。并且乔普拉自己也清楚，以他的本领，在警察局里普通的看守区是看不住他的，所以他才决定铤而走险。艺高人胆大呗。什么意思啊？ He says you're handsome. Handsome。对啊，你坐后面。啊，今天坐前面。怪不得当时乔普拉录完口红不走，还在局里晃来晃去。原来是在观察局里的地形。可以啊，乔普拉，踩点都踩到警察局里了。虽然用了自己报案的手段，但他还是知道警方还是会怀疑他，不会轻易放他走。所以他干脆就在警局里乖乖打坐，直到警方配合他找到派吞，带到他面前。什么叫做警察配合？什么叫做带到他面前啊？对不起，我就是强调一下。算了，我还是不说话。人间不拆。什么词儿？听都没听过。新词，网络用语。但事实证明，我的直觉还是准确的，他就是凶手。我把他关起来是正确的。好，我承认，我们确实忽略了他不着急着走，反而踏踏实实在局里打坐练功的事实 ，OK 吗？那乔普拉那么大费周折的追踪派吞，又是为什么呢？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派吞，又狠狠折磨了他，然后又逃走，是为什么呢？他应该是从派吞嘴里得到了什么样的讯息，而派吞正是利用这个讯息将他引进自己设计好的一个陷阱。至于为什么，那回到之前的问题，派吞他费尽心机，不惜牺牲自己，把乔普拉引向陷阱，那是为什么？复仇。女人的直觉。这么说来，派吞还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吗？喂，说。啊？我知道了，先这样。重要线索，蔡县有交代说，他白天曾经让派吞自己上了一次办公区的厕所。蠢货！
以乔普拉的身手，很有可能在那个厕所里，派顿和乔普拉发生了什么。今天你俩不用下手，乔普拉太危险了。哎，危险！危什么险？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就更危险了。你看里面都是些什么？我想，也许我知道派吞的陷阱是什么。是什么？刺客毛虫。啊？他体内的毒素有强力抗凝血解，被他咬过的人会耗尽血小板。所有曾经受过伤的地方、有疤痕的地方，甚至补过的牙、耳洞都会开始流血，并且止不住。我操！天哪！不用了，虫子怕我，你穿吧。在日平均温度28.5摄氏度的曼谷出现这种东西，奇不奇怪？加热器，中国产的。哎，你看这儿，果然是智能插头。哎，别动。另一端可能还在工作呢。果然温度也是30度。不认识阿拉伯兄弟，但我想知道的是，派顿他到底想搞什么名堂？先出去吧，出去再说。我去，为什么把这给忘了？什么？你看这女人像谁？像沙鼠。这是派顿的老婆，几年前去世的。那这就说得通了。从车里被翻得一片狼藉的情况来看，乔普拉他肯定是来过，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目的，是不是要找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有没有被找到？那现在人都已经跑了，这陷阱也白费了。不，现在才有可能是乔普拉最危险的时候。咱们能不能一次性把话给说完？对不起啊，我刚才说的呢还不够完整。刺客毛虫的可怕是在于，刚被它咬到的时候，并不会出现任何反应，
很容易不以为然。在随后的一定时间内，被咬的人身上的伤疤、伤口才会开始出血，而且止不住。如果是新伤的话，尤其是内伤，出血就会更加厉害，所以必须马上送到医院。必须要送到医院。这么说吧，就是必须马上尽快接受治疗。这个派吞的身手我很清楚，那搞不好乔普拉也伤挺重的。而且乔普拉的拖鞋落在了警察局里，如果是光脚的话，被咬的概率就更大。局里有乔普拉的下落了吗？目前还没有。告诉他们，重点关注医院，还有诊所，大小的诊所都包括。收到。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也许能找到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又说中文。还挺特别的哈。吃饭了。卡顿卡，ขอบคุณค่ะ Thank you。卡顿卡。吃饭了，警长。来，谢谢。谢谢。能确定乔普拉真的被刺客毛虫给咬了吗？反正刚才要不是景天帮我拦着，我肯定已经被刺客毛虫咬了。哎，景天，你都还没有跟我说那个派吞他鼓捣刺客毛虫的陷阱的事情。那也只是我的猜测。啊，我够，要不然你吃吧。快说。是这样啊，我们来的时候呢，德不是接过一个电话吗？你们同事交代，白天的时候呢，曾经他让派吞一个人去了你们办公区的厕所。也许在厕所里，派吞和乔普拉发生了什么。没错，也只有这个可能。派吞应该是在厕所内，通过什么方式发现了乔普拉的特殊本领，知道警察局根本关不住乔普拉，他也知道乔普拉不会这样放过自己，所以他打算启动这个陷阱。I will make your life miserable until you give it to me. Hey! 我猜乔普拉这样费尽心机的找派吞，很可能是因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应该非常的珍贵。派吞呢，应该是把这个东西藏在了车里，然后布置了刺客毛虫阵来保护这个东西。派吞之前布置刺客毛虫阵，应该只是为了以防万一，求个心理安慰，并没有想到会发生乔普拉追踪他的事情。所以他最初只是想让刺客毛虫正常孵化而已。我曾经呢读过一篇论文，刺客毛虫正常孵化成虫时间是在温度24度、湿度60%的情况下10天左右。但派吞已经被警察带到警局，并且察觉到了乔普拉的威胁。当然了，现在来看，就像金陵在车上的猜测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派吞应该是为了替酷似自己妻子的杀手复仇，所以他决定启用这个刺客毛虫阵。首先，他通过手机用远程智能电源开启车内加热器，试图让刺客毛虫在高温高湿的条件下提前孵化出来，然后再利用猜信调到乔普拉隔壁，方便乔普拉接触自己。认识这个人吗？就是他报的案。
不认识。给你。你说的，就用一下，就在我眼前操作，快点。谢谢，亲，果然是我的好兄弟，马上，很快的。搞定，怎么样？是不是很快？哎，等一下，切，帮我换个地方，只要不是正对着这个人就行，哪怕在他隔壁都可以。他这么正对着我，我害怕。啊？谢谢亲啊，等我出去请你吃饭啊。通常需要10天左右的孵化期，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吗？根据有效积温原则，只要在孵化期有效温度的总和达到相应数值就是可以的。我是猜，海豚除了赌这一点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办法。毕竟他也知道你们不会放他走。所以是我们的责任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知道你们不放他走是对的，我只不过是说一下当时的情况而已。从监控里来看，乔普拉他钻到派吞的地方，他停留了几十分钟。租个车随便去了，离那又不远啊，还要还车，好麻烦。你可以异地还车呀。这段时间里，派吞要假设被乔普拉制服和折磨，要忍住痛苦，尽可能的拖延时间，直到假装被折磨不过而告诉乔普拉那个东西的下落，并且这一切还不能让乔普拉有所警觉，而在乔普拉逃离之后又坚决不报警，既为孵化刺客毛虫争取时间，又可以对警察隐匿乔普拉的下落。
苦肉计。对，苦肉计。啊，苦什么计？苦肉计，就是这个派吞用伤害自己的办法来欺骗乔普拉。喂，对，啊，好，知道了。去派吞家的痕迹兄弟们在车里找到了几处血迹，经过比对，与乔普拉留下的生物信息基本一致。对啊，你说派吞是更爱他老婆呢，还是更爱杀楚？我觉得，当然是更爱他老婆了。毕竟杀楚只是长得像他老婆而已。啊，就只是为了一个像他老婆的人而杀人，甚至不惜伤害自己。那就更能说明他还是更爱他老婆了。怎么说？ Guy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们在说，派吞让我重新相信了爱情。开分开。你的律师来了，派吞。你现在可以去办保释手续了。你们终于相信我没有杀人了？所以你杀人了吗？当然没有。我说了，是那个人杀的，是他。所以啊，请吧，派顿先生。那再见了，差。再见。哦，别了。要是在警察局的话，咱们还是就别再见了。咱们换个地方再见。听你的。
等一下，我们的派吞果然是个愿意为爱情献身的男人啊！别动！一前带住。谢了。哦，我赌放了你以后，你一定会寻找乔普拉为杀鼠报仇的。他们都不相信，都说你会赶紧跑路的。你们为什么帮他？是他杀了杀猪，还残忍的折磨了他。我们并不是帮他，我们只是为了通过你找到他，就像他通过我们找到你一样。用汉语的话来说，这叫……警长，怎么说来着？叫做……我也没记住，回头教你行吗？派吞，我现在以杀人未遂的罪名逮捕你，你有权可以聘请你的律师。带走吧。Wait! Sorry, I didn't plan to kill her. It was really an accident. Sorry. 畜生！我要杀了你！你这个畜生！我要让你死的比杀猪还要惨！畜生！他都已经被刺客毛虫咬得够惨的了。带走。走。Behave yourself this time. You did find me. Someone helped us. Payton? Did you release him? How could we find you without him? Where is he? Maybe he's ready to trouble you. So we are here to offer you help. My belt. Maybe I will let you taste it. You are a coward. You use this gun to harm a defenseless woman? Hold on. Can you let me see that Chinese man who paid the car fee? Can you untie one of my hands?解开。
Thanks, Chinese man. You are a kind person. This is for you. That's your business. I had no intent on killing that woman. I just lost control. Please trust me. I'm willing to receive punishment. I want you to help me. Okay. I just want to tell you.拿到了吗？嗯，是什么呀？我还没看呢。蝴蝶标本，这是什么蝴蝶呀？近代灰凤蝶，印度的国蝶，几乎已经灭绝了。这么珍贵啊！这可比珍贵更要珍贵，这是一只阴阳蝶，阴阳蝶，就是雌雄同体蝶。你看它的这边是雌性蝶，这边是雄性蝶，同时它还是一只完整的蝴蝶。它的稀缺性在于这种阴阳蝶已经无法再继续繁殖了。我一直以为这种蝴蝶存在的几率应该非常非常小，要不是今天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确实很漂亮。不过，对于我这样的外行来说，它也不过是个蝴蝶标本而已。就为了这个标本，沙鼠失去了生命，派吞和乔普拉的命运也被改变了。这世界，生活嘛，我知蜜糖，你知砒霜。你认为十分珍贵的东西，对别人来说可能弃之如敝履，换过来也一样正常。说教。真的没有，但这个标本啊，真的非常的值钱。瓦拉里洛跟我说过，派吞因为妻子生了重病，所以他很需要钱。因为搞钱呢，所以他违纪才会被警察局给开除的。后来呢，他就做了昆虫走私，这个行当一般很隐蔽，貌似社会影响力也很小，但真的非常赚钱。派吞本来是想去印度干票大的，然后就洗手不干了，想好好跟沙鼠过日子，但他没有想到这次他触犯的是一个民族的尊严。
那你答应乔普拉了？标本是无罪的，犯罪的是人。乔普拉已经认罪，他会为无辜的杀手偿命。而这个标本最好的归宿，就是回到他的家，回到本该属于他的地方。今天刚一落地，你就为警方破了一桩奇案，而且这是外国哦。我这是跨国柯南体质，并不是，是这个蝴蝶标本引发的这一切。不管你出不出现，这件事情都会发生，只是你恰巧遇见了而已。反而，正是因为你的出现，警察才抓住了凶手，真相才能大白。也对。你还救了瓦拉里洛。这大白天真不能说人啊，在泰国也一样。谁？真是瓦拉里洛？不然还有谁啊？哎，你这个标本的事情要不要跟他说一下？不用，他跟我说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你俩呀 ？Hello， 金良，你跟马里奥在一块儿吗？没有啊。小子怎么总在关键时刻玩消失啊？我放在你们实验室那具焦尸，你们搞出什么名堂没有？很抱歉，还没有。曾接到报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又发现一具焦尸，等会儿给你们送过去。好的，我这就回实验室。OK。这里。凯，在。你去把法医和痕迹的兄弟们叫过来。好。